做生意的缺錢的時候就容易着急，這個平台點一下，那個 APP 點一下，看看有多少額度，覺得能借到錢就行。但是能借到錢和借到好錢是兩回事，所以我總會和身邊人說，額度東拼西湊，不如養好一個300萬額度的網商貸。點讚收藏，今天一條視頻講明白。第一，先算徵信，你知道嗎？小貸公司的額度上限是20萬，你想湊夠50-60萬貨店備貨，只能一家一家去點，每授權一次，徵信上就多一條查詢記錄。頻繁申請貸款和信用卡會影響到徵信記錄，真有急用想問銀行借筆大的，結果批不下來更頭疼。所以聰明的老板都會優先養好網商銀行的網商貸，因為它給中小商家的額度夠高，最高能有300萬，是20萬的15倍，還是正規持牌銀行的經營貸款。別看名字裡有個網字，它可不是網貸，這個網是網絡商家的網，它最早是服務於網商賣家群體的。既然有這個額度，咱們就不用到處查徵信，所以說能借銀行就別借小貸。第二，成本賬，各家平台的利率費用規則都不一樣，有的還有服務費、擔保費，實際總利息比正規銀行還要高。網商貸這邊只會按實際標記的年化利率算利息，而且按照每日計息，用一天算一天，提前還款不收1分錢手續費。不仅日常利息比小貸低，針對新人首借，現在還有7天免息的福利，相當於白用1周，利息也是算得清清楚楚，沒有暗賬，成本差距就是你省下來的純利潤。第三，经理賬，10幾個 APP， 10幾個還款日，記錯一個就容易逾期，影響信用記錄。而網商貸全程線上操作，最快1分鐘放款，一個渠道1筆賬單1個還款日，乾乾淨淨。記住，徵信也就是個人的信用檔案，養起來需要時間，借对一筆按時還款，作用良好的信用記錄比隨手借到10筆更重要。所有有需要的老板都可以在支付寶、我的网商銀行、网商貸查看額度，不用不收息。做生意过日子量力而行，理性借貸，看好再借真的很重要。